报紧急新闻：一名 A 级通缉犯于昨日越狱，已逃窜至长白山脉一带，该嫌疑人极度危险，请附近居民紧闭门窗。穷山恶水出刁民呐！大小姐在这种地方待了20年，怕是连顿饱饭都吃不上。唉。 条子封山了，得赶紧抓个人质，弄辆车冲出去。对，就那个型号的航母，别给俺整那些没用的。老子要拿它开个冰雪大世界，价钱好说，俺那几口油井你看着办。别动，老实点，把钱和车钥匙交出来，不然老子捅了你！什么？没有核动力？你唬谁呢？上次给老毛子修潜艇的时候，俺可是在场。老东西，我跟你说话呢，老子是通缉犯，杀人不眨眼的。 哼，哪来的二愣子，耽误老子谈几个亿的生意？喂，翻译呢？让那老毛子接电话。Давай, хватит болтать, это моя цена。碰上个狠茬，我找个娘们总行了吧？ 哎呀妈呀！这大白天的，谁搁墙根下睡午觉呢？狮吼功，老太太总能抓住吧？小伙子，还得练呢。这他妈是什么鬼地方？老秦，咱屯子多少年没见过生面了？ 少说也得有3、5年了吧？这小子打哪儿冒出来的？咋这么埋汰？现在的年轻人素质是真不行，我还没用力他就躺下了。妈呀，咱屯里咋还来个要饭的呢？瞅瞅这脸，咋摔成这样也太惨了吧！都别过来，全给老子退后！给老子弄辆车，马上，不然老子拉他垫背！ 我说大哥，你这手抖成这样，要给我刮痧还是给我电疗啊？笑，都他妈笑什么？老子杀过我人的，再笑老子先给他放血！大哥，你这词儿整的太土了，狗听了都想打哈欠。闭嘴！你说你惹他干啥？完了，这回是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了。啥意思？王奶刚给我摘的大西瓜，我还没造完呢！倒，我倒呢！秦爷、苏爷，这要饭的太不讲究了，打碎我西瓜，带走，押派出所去。走。 这是大变活人还是赶尸？这村子里的人怎么都这么邪门？管家，看着没眼，那就是咱家大小姐啊！村长，事情就是这样。赵小蛮姑娘是我们江南宋家失散20年的真千金，我们这次来是要接她回去。啥玩意儿？千金大小姐，逗我玩呢？我这模样哪点像千金了？是真的，亲子鉴定都做过了。这次接您回去，除了认祖归宗，还有一件大事，履行与周家的联姻婚约。小南啊，爷听你的。 你要是不想去那啥豪门受罪，爷现在就把这俩穿西装的撅出去。这村长，我们是文明人。哎，问你个事儿，你们那江南是不是遍地都是那种带着8块腹肌的小鲜肉啊？这回大小姐，江南人杰地灵，那确实有不少青年才俊，身材匀称的也挺多。妥了，俺去。爷，咱这屯子俺早带出剪子来了，成天对着秦爷、苏爷那脸老褶子，这审美都降到脚脖子了。南方帅哥多，俺必须得赶紧过去洗洗眼。你这丫头啊，真是女大不中留。赵小蛮，一个乡下野丫头也想回来跟我抢，这宋家的一草一木，除了我，谁也别想碰。闺女啊，南边花钱老鼻子贵了，这几张卡你揣好喽，密码就是你生日，兜里没钱，立马给三爷打电话。三爷别的不敢保证，肉跟票子管你够造。这是奶在长白山顶求了7天7夜的，
带着能保你平平安安的。搁南边要是受啥委屈，心里不得劲儿了，就麻溜回来。咱屯子啥时候都是你的靠山，家永远在这儿。揣稳当了，全是咱老家地道味儿。南边那饭菜跟猫舔过似的，一点滋味没有。想家了就自己整2口。哎呀，三爷那婶儿刘奶，咱别整的跟再也见不着似的，行不？我这是去享清福，又不是上刑。都回去吧，赶明儿等我带个南方俊姑爷回来，争取3年抱2娃，给大伙儿逗着玩儿。江南宋家，哼，我可听说那家人心眼子比藕窟窿都密，小蛮上那边指定得受窝囊气。哎呦，我才想起来，我的全球巡回演唱会南边还剩最后一场，得抓紧过去彩排。他英婶儿，你那演唱会30年前不就开完了吗？咋还有呢？我这边刚揽着个大活，南边急着大批量收猪肉，我也得亲自跑一趟。拉倒吧，别搁这演了，我还不知道你们全是放心不下小蛮。既然都惦记，那就活动活动这身老骨头，一起出山。愁啥呢？这就认不出来了？哎呀妈呀，这就对了嘛！恭迎镇国神帅！咱屯子的人，谁也别想欺负了。出发，南下！哎呀，这就是小蛮姐姐吧？你终于回来了，姐姐大老远辛苦了，快喝口热茶暖暖身子。姐姐，我知道你恨我占了你20年的位置，可那时候我也只是个孩子，我也很无辜，为什么要这么对我？赵小蛮，你怎么回事？婉宁好心给你倒茶，你居然还敢泼他！这戏演的也忒假了，干打雷不下一滴眼泪，糊弄谁呢？刚才那是干嚎，现在你可以正儿八经的哭了。妈，他欺负我！小娘，你怎么能这么恶毒？婉宁可是你妹妹呀！婉宁是我们宋家千金，你居然敢拿茶水泼她，你还有没有家教？放肆！赵小蛮，宋家是有门风体面的地方，容不得你这般胡闹，立刻给婉宁道歉！我寻思刚才他干嚎半天没眼泪，小脑发育不全呢。我这茶水一泼，你瞅瞅，这不哭得挺带劲吗？爸爸妈妈、三哥，你们不要怪罪姐姐了，都是我不好。既然宋家容不下2个女儿，那我走好了，我这就离开宋家，把身份还给姐。别说我亏待你啊！师傅，火车站，孩子急着赶火车回老家，赶紧的。好嘞，坐稳了您呢。我这人热心肠，见不得人磨叽。那啥，车费谁给报一下？快去追车！赵小蛮，你真是翻了天了！谁给你的胆子擅自把婉宁赶走的？那是我的女儿！赵小毛，你个疯婆子，该走的不是婉宁，而是你这个没教养的野丫头！宋家不需要你这种土匪！宋大少，我们周少爷想确认一下，联姻的人选，你们宋家到底定好了没有？行了，一个个吵吵把火的搁这演啥呢？真拿你们这地儿当块宝了？姑奶奶，我不伺候了，谁爱待谁待。小娘，等一下，周家刚才来电话了，如果小蛮不去联姻，就得婉宁去。我不嫁！谁不知道周家那个废烧子是个病入膏肓的疯子，动不动还会打人。我不嫁，死也不嫁。那就跟我没关系了。既然这屋里没一个待见我的，那我回我的靠山屯喂猪去了。我看谁敢赶走我的大孙女！我刚才在门外就听见有人要把我孙女撵走，谁给你们的胆子？妈，您听我解释，是这孩子太没规矩，他刚才竟然……闭嘴！这是我大孙女，我这老骨头还没死，这个家还轮不到你做主。都给我站好了，给小蛮道歉。对不起，小蛮，对不起。没吃饭吗？
大点声！对不起，小蛮。大孙女受委屈了吧？跟奶奶说，是不是他们欺负你？奶，这疙瘩都啥人啊？真能装！俺还是回屯子喂猪自在。胡说！这儿就是你的家，谁敢让你走，奶奶就让他先滚蛋。大孙女，看在奶奶的面子上，先留下来。奶奶让人摆宴，给我大孙女请罪，好不好？那行吧，看在奶的份上，俺就再存2宿。好啊，好。姐姐，这龙虾是今天下午刚从波士顿空运过来的。你在深山老林里，恐怕没见过这么高贵的水食吧？我来教你怎么吃。看好了，沿着关节的弧线滑进去，手腕这么一转一翘。姐姐，多练几次就会了，别弄伤了手。是啊，小毛，要是实在不会吃，就让婉宁帮你切好了。哎呀妈呀，这虾肉咋这老过火了吧？还有这芝士，这味儿老犊子冲了，把食材原来的甜味儿全给整没了。哎，白瞎了。大小姐说的是，确实多烤了2分钟。可惜了，空长一身架子，嘴跟锯了似的，啥也说不出来。这肉老了都尝不出来，还没咱屯子里的河虾鲜。装什么装？乡下除了大白菜还有啥？你等着，我去催第2道菜。你咋不吃肉啊？光喝粥？我不饿，你们吃。大哥那是吃斋念佛，从不碰荤腥。松露油是淋出锅才淋的，没熬透，这不就是普通蘑菇汤吗？下次试试把松露和蘑菇一起炒香了再熬，用我带来的榛蘑，那才叫鲜。受教了，大小姐，我这就去重做。赵小蛮，你挑3拣4的，有本事你自己做一道啊！别说我香不上你们这儿的菜，这就给你们长长见识。走你！锅包肉也敢上桌？大哥，尝尝味儿，特意给你整的。姐姐，你糊涂了吧？大哥信佛，你让他吃肉？他那是肉类过敏，一正就吐。啥玩意儿？这信佛？这锅包肉里搁了长白山那疙瘩的药草，放心造吧。好吃。这怎么可能？谨言可是连闻到肉腥味都要吐半天的人，今天居然开荤了。我确实是因为过敏才不敢吃肉，没想到竟然真的没事。不可能吧？一块锅包肉而已。确实不错，真的开胃，酸酸甜甜的。姐姐辛苦了，这道菜确实精彩，快尝尝刚出锅的甜汤，润润嗓子。我的头发，我的裙子！赵小毛，你疯了！婉宁好心给你送汤，你为什么要动手打她？简直是无法无天！你眼里还有没有长辈？有没有这个家？他打出溜滑，我顺手帮他一把，省得那碗汤浪费在姑奶奶我这心坎肩上。我这人直，从不给别人第2次泼我的机会。姐姐，我只是想让你润润嗓子，你就算再不喜欢我，也不用这样糟蹋我的心意啊！你少在那血口喷人！婉宁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心里清楚。我看你就是嫉妒她，故意搬弄是非。小南，在乡下没人教你做人要厚道吗？小小年纪就学会恶意揣测他人，这么小肚鸡气，传出去丢的是我们宋家的脸。厚道？要是这碗汤真泼我背上了，你们是不是又要搬出一堆大道理，还说婉宁不是故意的，岁数小手上没准头，还让我这个当姐的大度点呗，甭跟他计较。咋的？烫他身上就是心头肉，烫着我就成活该了呗？我只有信奉一句话，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你这个逆女！今天我不动家法。够了，都给我闭嘴！小毛说的对，看看你们一个个锦衣玉食供着，心思却全花在这些上不得台面的勾心斗短上，哪还有点家人的样子？小蛮这性子够直够硬，我喜欢。从明天起，这个家的家风就交给小蛮来整顿。谁要是敢不服，直接给我卷铺盖走人！奶奶，您糊涂了吧？凭什么让她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管家？她除了会撒野，还有什么能耐？凭这个够不够？还想整顿家风，先教教你什么叫尊卑有偏。大小姐，老夫人歇下了，我带您去您的房间。家里房间都住满了，您就先在这儿凑合一宿吧。大小姐，人到了哪儿都得认自己的命。妥，认栽。这地方其实也不赖，
土包子就是土包子，这会儿恐怕正躲在阁楼里哭鼻子吧。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这玩意儿质量也太次了，全是香精那股子冲味儿。拉倒吧，先对付着使的了。今天这澡泡的真舒服。我们呢？这下可算严实了，再也不惯冷风了。赵小蛮，你在干什么？那是我托人从巴黎定制的顶级鱼子酱面霜，一瓶要10万块，你竟然拿它来抹脚！吵吵啥？这玩意儿干不拉滴的，往脸上抹贼油，抹脚倒正好。你凭什么搬我的东西？你这是偷，是抢！快把我的东西都还给我！老妹儿，话可不能这么唠。刚才那大姐都说了，人走到哪儿都得认自个儿的命。我寻思这话属实在理儿。你瞅，我这屋空荡荡的，瞅着都冷清。你那屋堆得满满当当，挤得喘不过气。这下好了，你屋宽敞了，我屋里也置办齐全了，咱俩这就叫互通有有，各取所需，公平。公平你个大头鬼！现在立刻马上把东西给我搬回去！那可不干，我这人贼懒，你要是真心想要，自个儿搬去。你看那门还搁墙边立着呢，稀罕的话就自己扛走。等会儿，没喊你，喊他呢。刚才领道的时候挺威风是吧？我问你，是不是你把我安排在阁楼，顺带手把这屋水电都给我掐断了？是我干的又怎么样？家里房间本来就满了，你一个乡下来的土，欠收拾是不？行了，别搁这杵着碍眼，赶紧去把人喊过来。三哥，你看看他把我的房间全搬空了，连门都给卸了。他还打人，你看看刘姐的脸。反了，真是反了！这野丫头还真当宋家是她撒野的地方了！给我出来，开门！听见没有？不开是吧？老子今天非把这门撞烂不可！哎呦，三哥，这大半夜的，你这拜年的姿势挺别致啊，我可没红包给你。那是我的全球限量款耳机，赵小蛮，你这个强盗，谁准你戴的？你这乡巴佬简直蛮不讲理！搬空婉宁的房间，抢她东西，还动手打人，你眼里还有没有家规家法？你就是个土匪！家法？你们家佣人给我穿小鞋、断水电的时候，你怎么不贪归了？从小到大，只有这绿茶欺负别人的份儿。怎么，今天踢到我这块铁把？知道疼了？我们宋家的人轮不到你来管教，你立刻把这些东西原封不动还给婉宁，还有大小姐的身份，你也趁早交出来。宋家不欢迎你这种泼妇。我看谁敢说不欢迎，还什么还？这些东西本来就该给宋家的大小姐用。宋婉宁，你占了小曼20年的身份，享了20年的福，也该当够了。现在摆正你自己的位置。既然你这么放不下这些破东西，那就从主屋里搬出来，以后你就睡这间阁楼。妈，婉宁身子弱，这阁楼怎么住人啊？这阁楼既然住不得人，那小蛮搬进来的时候，你怎么不放个屁？合着我的大孙女是铁打的，你的婉宁就是纸糊的。我看这屋子挺好，她不住也得住。至于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故意克扣大小姐的水电，开除！宋家不需要这种狗仗人势的东西。老夫人饶命啊！都是二小姐，是二小姐指使我这么干的。她说要给大小姐一个下马威，不关我的事。奶，家具不急，但我挺稀罕这扇门的，隔音好。我看就让小妹辛苦一下，帮我把门搬到楼下去吧。愣着干什么？搬！赵小蛮，你给我等着！明天的寿宴，我要让你丢尽脸面，彻底滚出宋家。少爷，您怎么了？需要我进来吗？出去！别进来！进来吧。宋家发来了受亲请柬，另外，宋家已经找回了失散多年的真千金赵小蛮，联姻的人选应该就是他。
赵小蛮，族中长老说了，您只有正式结婚后，才能拥有集团的继承权。二叔，你为了家产害死我父母，把我关在小黑屋里那么多年，隐忍了这么多年，属于我父母的东西，我也该拿回来了。准备一下，明天的寿宴，我要备一份大礼。婉宁小姐真是越来越漂亮了，不愧是咱们江南第一才女，这气质简直是天生的名门闺秀。可不是嘛？宋家有婉宁小姐这样的千金，真是好福气啊！今天我就要让所有人看清楚，谁才是宋家真正的、唯一的千金大小姐。献礼开始，林家贺寿送百年长白山野山参1对。王家贺寿送乾隆御笔百幅图1轴，李家贺寿送南海合浦大珍珠项链1串，祝老夫人福泽延绵。奶奶，这是孙女特意请了3位玉雕名师，用一整块极品老坑翡翠雕琢而成的万寿长青桃，祝奶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天哪，这成色，这雕工，起码值几百万吧？婉宁小姐真是孝顺。姐姐，听说你大老远从长白山回来，肯定给奶奶准备了什么了不得的稀罕物吧？快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呀！可不是嘛，长白山可是人杰地灵的地方，肯定比咱们这些俗物强100倍。那是必须的。我乃70大寿，我这个当大孙女的能含糊吗？这是寿礼，这不是东北的腌菜坛子吗？姐姐，你是不是搞错了？今儿是奶奶的寿宴，不是东北的腌菜大会。这坛子搁在这儿，不怕熏着各位贵客的衣裙吗？酸菜，赵小蛮，你就送奶奶一坛子烂酸菜来糊弄？菜市场1块钱1斤，不比你这新鲜。赵小毛，胡闹够了没有？赶紧把这脏东给我抬下去！小蛮，别惹奶奶生气，快把我准备的那对羊乳玉镯子拿出来顶一下，就说坛子是开玩笑的。急啥？你们懂个屁！这叫宝贝。这坛酸菜是俺们靠山屯90岁的王奶亲手腌的，王奶腌了70多年酸菜，零下40度的大冷天，别人家的酸菜都冻坏了，他家的酸菜反而更脆。这白菜是寒露下种霜降收获的黄心大白菜，入坛前得在雪地里晾3天3夜，配的水是长白山松花江上游的山泉水，腌出来不发黑不生花。王奶常说松奶酸菜是穷人家的肉，他用75年的时间，一辈子就钻研了这一件事儿，把它做成了手艺。这坛东西不值几个臭钱，但她是一个90岁的老太太，用她最长的时间做的最好的东西。妈，您别生气，小毛这孩子从小在乡下野惯了，不懂规矩，我这就让人把这破坛子扔出去。这土包子死定了，敢在奶奶的寿宴上送这种垃圾，今天谁也保不住他。这风泥的手法，这味道，难道是王秀芝腌的酸菜？奶，您认识王奶？何止认识啊！我小时候在东北求学，就是吃着她腌的酸菜长大的。后来到南方几10年，找了无数名厨，我就盼着这一口啊！你们一个个只知道盯着那点金啊玉的，爱慕虚荣。在我眼里，今天这满屋子的奇珍异宝，加起来都比不上小蛮这一件用心。不愧是我老宋家的亲孙女，只有你知道奶奶心里真正缺的是啥。就是这个味儿，20年了，我做梦都想这一口。妈，你怎么了？奶奶，快来人啊！这酸菜有毒，这乡巴佬想害死奶奶。这菜不干净，我就说乡下的东西怎么能随便吃？老太太许是被噎住了，快打电话叫救护车呀！大家别慌，我学过海满立克急救法，我来救奶奶。撒手！奶奶有严重的心脏病，你现在用海博利克那是想要她的命。赵小蛮，你拦着我救奶奶，不就是怕我抢了你的风头吗？你个心如蛇蝎的绿茶，滚开！赵小毛，你疯了！
奶奶身体一直很好，从没听说有什么心脏病。你再这么捣乱，奶奶真出事了，你赔得起吗？都起开，这会儿只有我能救她。你个野丫头懂什么？别乱动，万一动出个好歹，你负得了责任吗？等医生来。人命关天，等救护车来，人都硬了。我不准你害奶奶，你给我放开！再敢耽误我救人，我废了你！脉沉而紧，这是宗气堵了心经，硬排绝对不行。大椎通百脉，至阳贯心经，宗气走禅中，心肺一气通。奶奶没气儿了，你把奶奶打死了，你这个杀人凶手！赵小蛮，你干的好事！保镖，把他给我死死按住，马上报警，让他偿命！都给我住手！妈，你醒了，您感觉怎么样？都给我退下！没眼力见的玩意儿，是小南救了我的命！您别被他骗了，他刚才差点一巴掌拍死您！我刚才想用海姆林克救您，他非拦着，还打我。他还胡说八道，非说您有什么心脏病。奶奶您身体一向硬朗，他这就是咒您。哼，他没胡说。我上个星期刚去私立医院查的，医生说我有轻微冠心病，让我在家静养。这事儿我谁也没告诉。丫头，你这一手出神入化的推拿是跟谁学的？跟我学的，你有意见？秦爷，医圣秦老根，真的是秦老，那个曾在世界医术大赛连胜100场，击败东西方无数高手的当代医圣。据说他一生问诊只看命缘，命里无缘，谁请他都没用，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没什么大碍，这丫头下旨极准，救得及时。海姆立克对普通噎食确实有效，但对有冠心病的老人，那就是催命符。腹部冲击会强力压迫胸腔，导致回心血量骤减，诱发心脏骤停。刚才要是真让你按下去，这宋家的喜宴怕是立马就要变成白事了。败家子儿啊，真是败家子！这可是他王奶亲手做的药膳酸菜，这里面加了我精心调制的几十种名贵草药，专门用来补气助颜、疏通经络，千年人参都换不来。秦老说的对，我刚才就吃了一小块，现在感觉浑身热烘烘的，之前的胸闷气短全没了，腿脚都有劲儿了。天哪，确实红润了许多，好像连皱纹都少了。神了，这哪里是酸菜，这简直是返老还童的灵丹妙药啊！这一罐的价值，乃是真正的无价之宝。我求了那王老婆子好几年都没舍得给我一坛，可惜呀，被打碎了，真是糟蹋了。谁干的？这到底是哪个没长眼的干的？这酸菜我等了整整20年，还没吃上几口就让你们给毁了。赵小姐，这地上的酸菜您不要了吧？能分我一块吗？随你们便，只要不嫌那是地上的就行。那是我的，我先看见的。老头儿，你咋跑这儿来了？采药路过，顺道瞅瞅你，怕你在这深宅大院里让人给欺负喽。就你那路吃劲儿，还没等瞅瞅我自己先丢了吧？上次给你买那智能机带没？带是带了，就是那啥缺德地图，他老跟我对着干。你再教教我，那箭头往哪指是北？传闻中医圣行踪诡秘，千金难求，感情是因为路迟。秦老，求您出山救小弟一命，诊金您随便开，哪怕要我1半家产都行。老夫早已封箱，不再给人看病。真想保命，求他。这丫头的医道天赋比老夫年轻那会儿还要高。趁现在没人注意，我得赶紧溜了，有事电话联系。赵小姐，您给看看我这老寒腿。赵小姐，那药膳酸菜您还有吗？我订1坛不10坛，多少钱都行。赵小蛮，
你个乡下土包子，凭什么？我绝对要让你现出原形！瑶瑶姐，你可算来了，我刚才都快被赵小毛欺负死了。怎么了？他拿了坛不知哪儿买的烂酸菜，就把奶奶哄得团团转，还当众羞辱我们，说咱们这些世家子弟准备的寿礼都是卖弄虚荣的垃圾。这赵小蛮说话也太粗鲁了。可是老夫人真的会喜欢我的绣图？哎呀，瑶瑶姐，你这幅绣图可是亲手缝制的，我听大哥说你光一根羽毛都得绣30多针呢。可是这图案我是第一次绣，老太太眼光那么挑剔。放心吧，这可是我特意找大师帮你推荐的图案，叫松鹤衔珠，寓意延年益寿，最适合给老人祝寿了。苏家长女苏绣传人苏瑶特献上亲手缝制的松鹤衔珠图一幅，祝老夫人福如东海，延年益寿。不愧是苏绣当代的接班人，这手艺绝了，有心了。这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真正的用心良苦，不像某些人拿坛买来的酸菜在这装孝心。未来嫂子，这苏绣针是你亲手绣的？我花了4个月，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赵小姐，你可能在北方没见过这种精细活，以后做事要认真点，不能这么浮躁。那可真是不好意思了，这画不能挂。你什么意思？这图是给死人用的。赵小蛮，你没见识就少在这儿显摆。瑶瑶姐，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他呀，就是看刚才秦老夸了他2句，找不着北了。看你准备的礼物这么贵重，奶奶又喜欢，他这是嫉妒疯了，故意恶心你呢。赵小蛮，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凭什么这么侮辱我的心血？小蛮，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大哥，别着急啊，听我好好教教你们这些文化人，睁大你们的眼睛，好好瞅瞅。正统的苏绣松鹤延年，仙鹤嘴里衔的应该是千年灵芝，寓意仙人指路，延年益寿。可这画里衔的是啥？这是一颗血红色的明珠。在真正的古法绣艺传承里，这种衔珠的仙鹤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引魂鹤。这玩意儿在古代根本不是送礼用的，而是专门绣在厚重棺材盖的内侧。它是为了给那些死不瞑目巫师引路，把魂魄引到西天去的。再看这2只仙鹤的头，活人用的吉祥图，鹤头必须朝右，这叫紫气东来。可你们瞧瞧，这图里的2只畜生，头全往左偏，在绣行里，这叫驾鹤西去，是专门给死人奔丧用的。还有这松树，活人用的松鹤图，松树枝干必须向上伸展，这叫节节高升。但这画里的松针下垂，枝干扭曲向下，这叫阴松。这种树只有在乱葬岗或者老坟地里才会种，因为它是专门吸纳死气的。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我越看越觉得后背发凉。不可能，这些知识连我都不知道。你又是从哪里听来的这些歪理邪道？大家别听他在这妖言惑众。赵小毛，你为了出风头，真是什么恶毒的话都敢编。你懂苏绣吗？你摸过绣花针吗？你就是嫉妒瑶瑶姐，想破坏奶奶的寿礼。你这种人简直是宋家的耻辱。编的，行啊。宋婉宁，要是我能证明这幅图就是给死人用的，你怎么办？你要是能证明，我就当众把这幅画吃了。这可是你说的。不，我的图，住手！我的心血！嫂子，那眼泪先憋回去，一会儿都不够你哭的。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鬼东西？这玩意儿叫被字咒，属于老辈子传下来的古法刺绣。
是种特别阴损、早就没人会的邪门绣活。这绣活正面花哨糊弄人，暗地里玩损招。这玩意儿搁以前儿就是专门留着给那些恨到骨头缝里的仇家陪葬用的。把这玩意儿送给寿星，那就是在咒逝者在地下不得安宁，更是要让活着的子孙后代全部霉运缠身，暴毙而亡。苏瑶，你好毒的心肠啊！我宋家自问待你不薄，你这是要咒死我，还要咒死我们整个宋家呀！不是我，奶奶，我真的不知道，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背面有这个字。我爱谨言，我更敬就您啊！奶奶，苏瑶的性子您最清楚，但绝没有这个胆量，这中间肯定有巨大的误会。误会？这针法是苏绣的变种，这字是绣在你亲手缝制的图上的。我本以为你只是脑子笨，反应慢，没想到你竟然藏了这么狠毒的心肠。这种心怀鬼胎的女人，绝对不能进我宋家的门。宋谨言，你给我听好了，你和苏瑶的婚事从现在起作废。奶奶，求您开恩啊！奶奶，先别急着退婚，这事儿还没整明白呢。我这未来嫂子虽然确实是个缺心眼的傻白甜，但这种失传了上百年的邪门图案，凭她的脑子，就算是想破天，也绝对想不出来。瑶瑶姐，说吧，这图案到底是谁给你的？是婉宁，是宋婉宁给我找的大师。他说那个大师是苏绣隐士高人，说这图案工艺最复杂，最能体现我对我的孝心。我还给了他1000万的介绍费。苏瑶，你别含血喷人！我那是看你像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我好心好意，随手在网上帮你找了个参考图。我哪知道什么被字咒，什么银松引魂鹤，我又不是绣娘，我哪懂这些？你自己可是苏绣世家的传人，这种基本的禁忌你自己都不懂，现在出了事，居然想把脏水往我身上推。苏瑶，你自己没脑子，被人骗了，怪谁呀？婉宁，你怎么能这样？明明是你带我去见的那位大师，那1000万我可是当着你的面亲手转给那个人的，你怎么能说你不知道？那1000万是给大师的见面费，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可1分钱都没拿。小蛮，救我！小南，救救我！我真的被他骗了，我发誓我真的不知情，求求你帮我说句话，我不能离开谨言，我求求你了。奶奶，我这未来嫂子虽然确实是个缺心眼的二傻子，但她对大哥的心倒是真的。今天这出戏主谋是谁，大家伙心里都有数。既然小谭替你求情，苏瑶，这次我饶了你，但你记住，宋家的门不是那么好进的，以后你就在谨言身边好好磨磨性子，婚事什么时候复议，看你表现。谢谢奶奶，谢谢小蛮，以后我苏瑶就是小蛮的跟班，他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谁要是敢欺负小蛮，我第一个跟他拼命。宋婉宁，那1000万就当是姑奶奶我喂了狗了，从今往后，我苏瑶跟你绝交，老死不相往来。别急着绝交啊，宋婉宁，我记得刚才某位大家闺秀可是发了毒誓的，说要是能证明这图是给死人用的，他就当场把这画给吞了。这苏桃料子挺扎实的，够你吃1个月的了。张嘴，别客气。家丑不可外扬，但这规矩不能废。宋婉宁，你既然这么爱算计，周家的那门婚事就由你去结。我不嫁，我不嫁！谁不知道周家那个周末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疯子？他动不动就发狂打人，我嫁过去会没命的。妈，婉宁从小娇生惯养，细皮嫩肉的，周家那个火坑她怎么受得了？要不让乡下长大的小娘去吧。宋怀谦，你这个当爹的还要不要脸？小挠才是我的亲孙女，她在外面受了20年的苦，我疼她还来不及，你居然还想推她入火坑！妈，婉宁这孩子确实没吃过苦，要不咱们就把这婚约给取消了吧？胡闹！你懂什么？周家的婚约那是老爷子在世时亲手定下的，周家是江南第一世家，咱们拿什么去得罪人家？周家长孙周莫道前来求娶宋家千金。这就是周家的长孙周默。
传闻他自幼患绝症，看了无数名医都没治好。这一看，身子骨确实弱得不行。别看他病恹恹，城府可不浅呐。你瞧那眼神儿，看人一眼都觉得骨头缝冒凉气。这位爷的手段狠着呢。晚辈周末见过宋老太太。周家长孙大驾光临，老婆子我倒是意外，你这身子怎么还亲自跑一趟？听闻宋老太70大寿，周末理应登门祝寿。哎呀，周公子太客气了，这金观音是绝世珍品，您派手下送来便是。快请坐。坐就不必了。我此次前来，除了祝寿，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我是来向宋家千金求亲的。求亲？周家要跟宋家联姻？我的天，谁家女儿嫁过去，那不是守活寡吗？这哪是求亲，这是催命啊！周少爷，虽然我确实才貌冠绝江南，但周少爷强扭的瓜不甜，晚宁福薄，自幼身体也不太好，恐怕照顾不好周公子。但我姐姐不一样，她从小在老林子里长大，体壮如牛，不仅能一个人背着200斤的柴火上山，还能打猎采药。姐姐虽然粗鄙了些，但胜在皮实耐造。您就别缠着我不放了，多看看我姐姐吧。臭不要脸的，真把自己当香撇吧了。这赵小姐也太惨了，又要被假千金往火坑里推。谁说我要娶你了？你哪儿来的脸？我要娶的是宋家嫡长女赵小蛮。你就是周末，长得真是不赖，虽然白了点儿，但这五官，这身段，搁俺们屯子里，那妥妥是挂在墙上的年画啊！周末，你是不是疯了？不娶我这个江南第一才女，你竟然要娶一个乡下来的东北虎牛？你看看她这一身大碴子味儿，哪一点比得上我？江南第一才女，人家跨越几千公里送来的一坛酸菜，是90岁老人一辈子的心血。你骂她是垃圾，亲奶奶被噎得快断气，你却只顾着在那儿争宠，差点害死人。刚刚你又设下圈套，骗你未来的准嫂子1000万，事发了却只想着把锅甩得一干二净，从头到尾除了搬弄是非、自私自利，一件人事都没干过，蠢的都快卖脓了。还江南第一才女，第一蠢猪吗？周末，你不要在这血口喷人！周守仁虽然不在场，但这里发生的一切，我的眼睛一直都在看着。你们宋家除了宋老太，一个个还真是有眼无珠，把一个鸠占鹊巢、心如蛇跌的冒牌货捧在心间当成宝，却让真正的明珠在长白山的雪地里蒙尘20年。只因为他来自农村，就对他冷眼相待。好，真特么带劲儿！大哥呢？你这嘴开过光吧？说的我心里老得劲儿了。宋老太，我今日是来履行祖辈婚约，但我娶的绝非恶毒假货，而是宋家真正的千金，唯一的大小姐赵小蛮。这还得看小蛮他。成，这婚俺结了。打今儿起，你就是俺赵小蛮的爷们儿。往后谁要敢欺负你，俺一铁锅铲直接呼他脑袋。咱啥时候入洞房啊？小南，还没成亲就想入洞房，你这丫头怎么这么心急？周公子，虽然我孙女愿意，但想娶我宋家千金，得看你周家的诚意够不够。周氏定亲礼，长白山脚下15000亩红松林产权证一份。红松林场，但这一项价值就超20亿了吧？云顶天宫顶层复式豪宅一套，配套2000品空中花园及恒温孔池。云顶天宫，江南最贵房产，有钱都订不到。周氏百草药业40%原始股份，所有名贵草药供赵小姐任意调用。最后一件，瑞士银行至尊黑卡1张，密码是赵小姐生日，无上限消费。这哪里是火坑？这明明是一步登天变凤凰的机会，我居然亲手把它让给了那个土包子。周公子，这礼太重了，小蛮一个乡下丫头受不起呀。她受得起，全世界只有她配得上这些。整这些花里胡哨的干啥玩意儿？俺压根不稀罕。只要往后你乐意跟俺回屯子喂猪劈柴、掏粪坑啥的，俺立马跟你走。好。周少爷，我错了，我不退婚了。我比赵小蛮懂规矩、有才华，你娶我好不好？哎呀妈呀，宋婉宁，听不懂好赖话是不？赶紧把你的爪子撒开！再敢缠着俺男人，信不信巴掌给你扇南极喂企鹅去？松手，我嫌脏。宋先生，管好你的女儿，我不希望以后还有这种不干不净的人来打扰我。否则我不介意让你们宋家
一夜破产。丢人现眼的玩意儿，给我滚回去！小蛮，去送送周公子，你们年轻人多聊聊。当哼当当当当当当当哇吼当。赵小姐，别人听到我的名字都怕得不行，你为什么不怕？怕你，老弟，你可真能扯。俺以前在长白山里头，大黑熊见着俺都得老实巴交的。你长得这么周正，说话还温温柔柔的，可比那熊瞎子温顺多了。再说你刚才怼宋婉宁那几句话，哎呀妈呀，那叫一个痛快！换俺上的话，骂人的话肯定全是哔哔消音，根本没法听。你这咳嗽可不一般，是不是一到夜里就冻得扛不住？每月15浑身疼得钻心，心里头燥得慌，甚至还有股想发火伤人的劲儿。你怎么知道？周家请遍了名医，都说我这是遗传的绝症，无药可救。谁说治不好的？那些所谓的名医，还不如俺屯子里的兽医。这病，俺能治。奶，小蛮啊，今天周家那小子当众宣布要娶你，你心里到底是咋想的？跟奶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觉得周末这孩子怎么样？还行吧，长得挺带劲儿，性格也挺对俺胃口，挺好。你是不是怕奶奶为难才勉强答应的？或者是看他今天救了场？孩子，你听着，只要你心里有一丁点不乐意，你就大声说出来。奶奶虽然老了，但在江南这块地界，拼了这把老骨头，也照样能把这门婚事给他推喽。咱大孙女是天上的明珠，不愁嫁，奶奶绝对不让你受半点委屈。奶，看您说的，俺赵小猫啥时候是个让自己吃亏的主啊？说实话，俺对那周末确实挺感兴趣的。他虽然看着病恹恹的，但骨子里那股狠劲儿，俺稀罕。俩性格也合得来，就是这突然要结婚了，俺这心里有点没准备好。没准备好？你是怕周家规矩多，还是怕那小子欺负你？不是，俺是觉得吧，这大老远从靠山屯跑城里来，帅哥还没见到几个呢，咔嚓一下就结婚了。你这丫头，我还以为你担心什么呢？想看帅哥？这有什么难的？奶奶有的是钱，只要你愿意，奶奶每天给你找10个不重样的，排着队给你跳舞看。哎呀，奶，俺不是要那种花钱的，俺是想看那种特别阳光的、自然的、充满朝气的。哦，奶奶明白了，你是想看男大是吧？妈呀，你还懂这词儿呢？小瞧我了不是？这有啥新鲜的？奶奶平时也刷短视频啊，那些个打球的，在操场上流汗的小伙子，奶奶也喜欢看，看着就觉得自个儿年轻了好几岁。奶，你也太潮了。既然这样，奶奶直接给你安排，下周开始你就去江南最好的圣婴贵族大学上学。周家那边的婚事，奶奶亲自去说，反正都定下了，晚几天也没什么。咱先去大学里好好享受享受人生，看够了帅哥再说。奶，您真是俺亲奶，太给力了，俺爱你死了。赵小蛮抢了我的婚事，现在竟然还想进圣婴。哼，好啊，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找死，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喂，许少，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男大，那小胳膊小腿儿，那挥汗如雨的肉体。小蛮啊，周末那孩子性子冷，你得热乎点，多主动主动，这感情啊都是处出来的。主动点儿。汇报暂停，策划部的人全员集合，给你们10分钟时间，研究一下这个在吗是什么含义，该怎么回复。周总，
经过我们大数据分析和语义环境推演，这2个字虽然简单，但背后隐藏着极强的互动诉求。结论是，对方应该是想找您约会，但出于矜持，在投石问缝。那该怎么回？根据我们的高端情感互动白皮书和143份国际期刊的研究论文来看，您应该直截了当一点，把您的真实想法如实告诉对方。看来得再主动一点。大兄弟，怎么样？是不是特像个大学生？像，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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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妈呀，凉死我了！嘿嘿，给你也尝尝。别去当电灯泡，没闻到吗？这叫恋爱的酸臭味儿。咱大少爷多久没这么笑过了？妈呀，太带劲儿了！啊！别怕，大兄弟，俺在呢，俺罩着你。妈呀，怎么把俺拍的这么磕碜，像个刚下山的黑匣子一样？通知一下，策划部全体今晚加班。泽就是青春的味道啊，到处都是南大的气息，城里真好。哎，哥们儿，这大雪里还能这么开车，不怕把人撞出个好歹来吗？那可是江南4大豪门之一的许少、许杰，圣一的头号校霸，谁敢管他呀？这就是婉宁说的那个乡巴佬。行，今天本少爷就先给你个见面礼，吓破你的胆儿。看你还不吓得屁滚尿流！这乡巴佬吓傻了，怎么不知道躲开？操！这哪来的不要命的？完了，撞死人了，撞大祸！你没事吧？俺没事，但你有事了。以后在校园里不许开车，再让俺看见你在这显摆，俺就把你这破铁壳子踩成废铁。听明白，更生！明白，明白，我再也不敢了。同学们，请安静一下。这位是新来的插班生，赵小蛮同学，大家欢迎一下。哼，圣婴可不会有人惯着你，这下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出丑。这就是城里的大学生，简直比赶大集还乱。我叫赵小蛮，长白山来的。哟，东北来的呀？那是不是得给哥几个表演一段2人转啊？最好再来个胸口碎大石什么的。不许侮辱我家乡的文化。好了好了，赵同学，先回到座位上。现在开始上课了。老师，等一下，把手机都给俺收起来。老师搁这站着，你们在那儿打游戏。俺们屯3岁的小娃娃都知道尊师重道，你们这群城里大学生，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哎呦喂，你管的也太宽了吧！我就不尊重，你能把我怎么样？家人们，快看这个乡巴佬！俺再说一遍，所有人上课把手机关喽。谁要是不服，
下课来找俺单挑。许少，你可算来了！你快看那个乡巴佬要我的手机打坏了，还威胁全班收手机。妈呀，怎么跟这个活罗王一个班了？哎，老师讲到哪儿了？许少，你拿错书了，这节英语课。看来俺们的许同学很爱念书吗？这还是我认识的校霸许杰吗？不要让俺说第3遍。许少今天是怎么了？吃错药了吗？居然怕那个乡巴佬怕成那样。可能是有什么把柄落在那丫头手里了。不过陶倩，她当众打坏你的手机，这不仅仅是打你的脸，更是在打咱们江豪门的脸面。这件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我这腿太长了，一不小心就伸出去了，不好意思哈。你故意的？对啊，我就是故意的。你能把我怎么样？我那部限量版的手机被你毁了，那可是几十万，这顿饭就算是我收的利息了。那俺这饭都让你霍霍完了，你咋赔俺？赔？这张卡里有100万，别说买你这一顿破饭，买你这条烂命都够了。乡巴佬，拿着钱赶紧滚回你的穷山沟！100万，就这价俺都能买你10条。周氏集团的至尊黑卡，你怎么会有？走你！敢霍霍粮食，俺让你吃个够！哎呀妈呀，实在对不住，刚才我脚底下一出溜没站稳。陶大小姐，你说你屁股咋跟吸铁石一样，一个劲儿往我鞋底子上粘，干啥呀？赵小萌，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哎呀妈呀，你瞅瞅你这小脸造的埋汰的，来，俺发发善心，给你擦擦。嘴味咋这么冲？指定平时压根不好好刷牙。来，俺给你好好刷刷，去这股子臭味儿。快看，教导主任来了！赵小毛这下估计死定了。完了完了，教导主任可是出了名的铁面无私，背景更是深不可测。听说以前有个富家少爷在这儿闹事，直接被开除了，谁求情都没用。主任，您看看这个刚转学过来的赵小苗，不仅公然打坏了陶倩的手机，还把她直接踢进垃圾桶里。这种害群之马，如果不立刻开除，咱们圣婴的名声就全毁了。主任，我只是跟他打个招呼，他就对我下这么重的手，您一定要为我做主啊！圣婴的规矩不容挑战，寻衅滋事、欺负同学必受严惩。赵小毛，听到了吗？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代价。主任，现在就给他下处分通知书吧。谁说我要处分赵小芒了？我要处分的是你。什么？主任，您是不是弄错了？欺负人的明明是这个赵小毛，您看陶倩都被他折磨成什么样了，怎么会是处分陶倩呢？监控里看得清清楚楚，陶倩，你故意寻衅滋事在先，还敢伙同他人恶人先告状，颠倒黑白，真当我们圣婴的校规是宝舍吗？这次我绝对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赵小蛮同学，你跟我出来一下。哎呀，小挠丫头，你咋跑这学校里来了？二叔刚才差点没认出来。妈呀，你这不咱屯子那谁吗？就那个番寡妇抬头让俺爷爷拎着火子追出去3里到地儿的钱二叔吗？你这藏得挺深呢，成教导主任了。那都是多少年之前的老黄历了，可别提这茬。二叔现在可是正经人，这不村长放心不下吗？特意安排俺们这帮老伙同分头进城，专门护着你。你可拉倒吧！就俺这身手，只有俺揍别人的份儿，谁敢欺负俺啊？你们也真是的，老把俺当成没长大的奶娃儿。那哪行？你是咱靠山屯的独苗苗，出门在外牌面必须得给够。今儿二叔这不就给你撑场子了吗？现在播报一项重要决定。
经查实，新同学赵小乔在面对校园霸凌时勇敢站出，及时制止了恶劣的挑衅行为，特此给予通报表扬。我离开学校才10几年，校园公期竟然乱成了这样。现在我宣布，从即日起，圣婴正式开启铁拳行动，全面整治校风校纪。完了，好日子到头了。陶倩，作为典型分子，情节严重，影响极其恶劣，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宋婉宁，恶人先告状，试图蒙蔽校方，严重违反校规，记大过1次处分，再有违纪，直接开除。赵小蛮，小蛮同学，听教导主任说你是农村转过来的，咱们学校的课程进度快，怕你跟不上，先拿这套卷子测试一下你的底子，不用压力太大，慢慢做。成。最后那2道大题是奥数难度的，做不出来也没事，别着急啊。怎么样，小蛮，第一面做完没？这全做完了，还是满分儿？这可是困扰了国际数论专家3年的难题啊！你居然把它也给解出来了！嗨，这题也没啥难的，就是腰了个弯儿。俺寻思着，只要把那个啥泰勒种植定理和黎曼几何的曲对头论往上面一套，再把几个常数位那么一拉，不就给算出来了吗？泰勒、黎曼，你是哪个名师的高徒，还是从科大少年班秘密转来的天才？俺没上过学，就是搁俺们屯子里跟杀猪的胡三爷打过2天算盘。奇才，简直是旷世奇才！小毛同学，下个月的国际奥数竞赛，你一定要代表学校参加。哎，赵小蛮，你来看看这道题。你问他，我这个专业课第1都没头绪，他一个深山老林里来的，怕是连题都读不懂吧？傻逼！赵小蛮，你敢骂我？俺没骂你呀。俺说这道题的答案是沙壁。我说的是实话。沙漠地区缝砾葱石形成的陡壁状地貌，这种地貌在俺们长白山背后的荒漠里到处都是。俺们小时候放羊，天天搁上面刻字儿。我操，真是傻逼！答案写着呢，你看，傻逼！婉宁真的是傻逼啊！看什么看？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蒙错了一道题吗？等我拿了奥数竞赛的金奖，所有人就会知道谁才是圣婴真正的宋家千金。同学们，我要宣布一个重要消息，本届国际奥数竞赛的参赛名额已经确定了，由赵小蛮同学代表圣婴大学参加。凭什么？我为了这次竞赛准备了1年，凭什么给他这个刚来的乡巴佬？就凭赵小蛮同学解开了国际数学界多年未破的数论难题。宋婉宁，你要是能解出来，这名额我也给你。小蛮同学，跟我去填表。慢慢解哈，小傻逼。去，这速度！看来这一届的高校锦标赛冠军又是赵哥的了。那是自然。婉宁，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哥，是那个赵小苗，他今天在班里当着所有人的面骂我是傻逼。什么？他居然敢这么骂你？他说我也就罢了，他还说你那个什么击剑冠军，全都是靠家里砸钱堆出来的花架子。他说你的动作又慢又软，还不如他们农村用的杀猪刀。杀猪刀？他拿我的荣耀跟杀猪刀比？带路，我倒要看看他的嘴到底有多硬。
赵小蛮，你给我站起来！哪儿来的野狗搁这叫唤？没瞅见俺正忙着拯救全人类的智商吗？你刚才为什么当众骂婉宁是傻逼？还有，你凭什么说我的击剑冠军是花下子？还不如你们东北的杀猪刀！哥，其实你可以不用把那2个字再重复一遍的。第一句俺认，因为俺这人爱说实话，你妹确实挺像那玩的。但第二句俺不认，这宋婉宁搁这扒瞎呢，这儿那么明显的挑拨离间，你也能信？你可真是驴粪蛋表面光，里头全是浆糊啊！趁早回炉重造的儿了。我不管你是怎么说的，既然你敢蔑视击剑，敢蔑视我的荣誉，敢不敢跟我比一场？没空，俺还得准备奥数竞赛呢，哪有心思陪你搁这过家去？怎么怕了？果然乡下人就是乡下人，除了会动动嘴皮子和蛮力，遇到真正的贵族竞技，连碰都不敢碰一下，怕原形暴露是吧？三哥，你还别拿话激俺，西洋剑是吧？俺接了。咋儿比？你划下线来。下周有一场全市高校击剑锦标赛，到时候我们公开比一场，输的人当众给对方跪下道歉，滚出圣婴。成啊！俺倒是要瞧瞧你这所谓的冠军能不能挡住俺这把杀猪刀。周总，圣婴大学那边出事了，赵小姐接了宋家三少爷的击剑挑战，要在下周的锦标赛上公开决斗。击剑？他还会击剑？据调查，赵小姐以前在山里经常拿着烧火棍跟野猪对练。推掉下周所有的会议和行程，我要亲自去看看我的未婚妻是怎么用烧火棍横扫锦标赛的。都给我使点劲儿，每一个砖缝里的烟头都不能放过。谁要是敢偷懒，别怪我不念兄弟情分。赵姐的手段你们可是领教过的。徐老弟儿，那边的草堆里还有个易拉罐，赶紧给俺捡喽。劳动最光荣，懂不？省得你们整天闲着没事干，光想着咋欺负人。是，赵姐教训的对，俺们这就去捡。那个宋婉宁，别偷懒！赵小蛮，你就再嚣张这最后几天吧，等下周锦标赛，看我哥怎么在全校面前把你戳成筛子。到时候我要让你跪在地上求我。真是难得，您百忙之中居然会关注咱们的高校锦标赛，不知您更看好哪位选手？那还用说吗？肯定是圣婴大学的宋照啊，他可是上一届的亚洲青少年锦标赛冠军。放眼整个苏城，谁能是他的对手？我更系好赵小蛮。赵小南是谁呀？听都没听说过。难道咱们江南击剑界又出了一位新人物？赵小毛，这可是正规比赛，连衣服都穿不明白。我看你还是趁早认输，免得待会儿被我伤了，还得去医院哭鼻子。这衣服勒得俺老得劲儿了，敞开点透气儿。再说了，杀都的时候穿的再板正，也不如手里的刀稳，懂不？本次锦标赛采取国际标准，小组赛阶段，先到5件或3分钟内中箭最多者获胜；决赛阶段，先到15件或9分钟内中箭最多者获胜。现在，请各组参赛选手就位。俺这烧火棍可是寂寞好久了，今天就拿你们这帮城里孩练练手。比赛开始。好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场上进行的是小组赛第1轮。上一届亚洲锦标赛冠军宋照正在展现他无可匹敌的统治力。5比0碾压式的胜利，宋照选手仅用时45秒就解决了战斗，这就是冠军的实力。这打的啥啊？这东北来的野丫头只会躲吗？这哪是击剑，这是玩老鹰捉小走呢吧？赵小毛同学一直处于被动防守状态，甚至没有尝试过一次反击。难道他真的被对手的攻势吓傻了吗？
漂亮！赵小毛抓住了对手的松懈，这一电太果断了。比赛结束，赵小毛绝杀获胜。虽然赵小蛮同学获胜了，但这种最后一秒捡烂的赢法，确实观赏性稍差了一些。果然是靠运气，赵小蛮，我倒要看看你这缩头乌龟能躲到什么时候。不仅躲得漂亮，连力道都控制得刚好。小蛮，你这哪是在比赛，分明是在玩弄对手。简直不敢相信，赵小毛选手靠着这然闻所未闻的咱们乌龟流打法，一路苟进了半决赛。他刷新了圣婴大学锦标赛最低的场均出剑数。但接下来他面对的是上一届锦标赛的亚军，外号疯狗的雷鸣。雷鸣选手的攻势以狂暴著称，他还会给赵小毛这种捡漏的机会吗？又是这一招！天哪，赵小蛮选手居然用这种方式一路赢到了决赛！这他妈打的是个球啊！小蛮姐牛逼，看见没？这就是技术！把体力消耗控制到最低，并在精神上摧毁对手，这何止是剑术，还是兵法啊！赵小毛，运气这种东西，用1次2次是惊喜，用多了就是自寻死路。躲进决赛又怎么样？我不会给你留下任何躲的机会。我说三哥，你这一路砍瓜切菜挺累的吧？把体力全浪费在那些杂鱼身上，待会儿决赛的时候还能拎得起你那把剑吗？你，哼，咱们走着瞧。赵小蛮，你这种土包子，怎么配站在决赛的舞台上？一会儿剑断了，我看你还拿什么躲？下面进行本次锦标赛最终决赛，由圣婴大学代表队宋兆对阵圣医大学代表队赵小绵。结束了，赵小绵。决赛开始，宋兆选手发动了疯狂的进攻。他显然研究过赵小毛之前的录像，根本不打算给他任何喘息和躲避的空间。10比3，比分拉开了。赵小芒选手的乌龟流失效了，在绝对的力量和速度面前，只会躲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断了，赵小蛮，你的剑断了，你输了。赵小蛮，看来连老天爷都不帮你，剑都断了，你还拿什么跟我打？趁早认输，给自己留点脸面下茶吧。那把剑的重量有问题，立刻去查。是，周总。太可惜了。虽然剑断了并不直接判定输赢，但在击剑比赛中失去长度优势就等于失去了胜算。赵小毛同学只能……不对，他没有放弃，他要做什么？谁说断剑就不能赢了？三哥，你这体力消耗的挺快呀，刚才给那2下，动作慢的跟俺家拉磨的驴没两样。找死！今天就让你们这帮城里匣子见识见识啥叫暴雨梨花。看招！给我破！怎么可能？那么快的剑，我根本看不清。天哪！我的上帝！你们快看大屏幕，看比分，这绝对是载入人类体育史册的1秒钟！比赛结束，时间到，赵小毛选手在最后1秒钟完成了人类极限的逆天反杀。他不仅拿下了冠军，他还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后也难有来者的世界纪录！小蛮姐万岁！看见没？这就是我赵姐，断剑都能虐死你们这帮菜鸟，赵姐无敌！哎呀，这城里娃子也太不经造了，还没使劲呢就飞出去了。作弊！他作弊！裁判，我不服，他绝对是作弊了！大家别被他骗了，他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凭什么能打赢我哥？他刚才手里拿的那种断剑肯定有问题，他一定是偷偷换了违禁的配项，这是对击剑运动的侮辱。是啊，断前怎么可能刺出100分？太离谱了吧？难道真的换剑了？圣婴的规矩可是很严的。
这把吹尖的硬度和材质确实远低于国际标准，内部钢材有明显的化学腐蚀痕迹，这属于严重的违规器材。听到了吗？违规器材！赵小蛮，你还有什么好抵赖的？你为了赢，居然敢偷偷调包学校发的配香，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待在圣婴。周总，您作为比赛的赞助商，一定要秉公处理啊！这种靠作弊拿来的冠军，要是传出去，周氏集团的名声也会跟着受损的。鉴于胚香材质确实存在严重违规，根据锦标赛章程，对于赵小蛮选手的比赛成绩，我们决定。部队给俺闭嘴！哎妈，老叔，这裁判是你啊！我说咋长得虎背牛腰的呢？宋婉宁，你少在这贼喊捉贼！俺在那休息室门口早就瞅看到你鬼鬼祟祟的了。大伙瞅好了，这胚尖除了裁判和选手，根本不会让第三个人接触。这把破烂剑上现在可是明明白白留着这宋婉宁的指纹呢！你咋狡辩？俺看你分明是故意坑俺大闺女。就你这坏心眼子，搁屯子里都要被塞进猪笼沉河底。周总，监控录像已找回，正准备销毁证据的宋家保镖已抓获。天哪，宋婉宁这也太恶毒了吧！这就是所谓的江南第一才女？我看是第一蛇蝎还差不多。这种人怎么配待在咱们圣婴？宋婉宁，你个臭不要脸的！我就说我赵姐的剑咋能平白无故断了，原来是你搁背后使坏！快回家吧你！不，这不是真的，这不是我干的！你们为什么都要帮一个野丫头？我才是宋家的掌上明珠！宋婉宁，你真让我恶心！我不需要这种肮脏的手段来赢比赛。从今天起，别再管我叫哥，我没你这种妹妹。刚才剑断的时候有没有伤到？那些名次不重要，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的。放心吧，大哥们儿，俺皮实着呢。咋的呀，三哥？输了不服气，想找俺再练练？我认输，技不如人，我认。按照赌注，我会立刻申请退学。拉倒吧，那都是气话。你要是真想练，回头俺教你几招，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花架子。不用了，这江南我是待不下去了，我会出国留学，不在你跟前碍眼了。对不起。这城里娃儿自尊心真强，动不动就闹这出。赵小姐，不好了，周总不见了。你把舌头给俺捋直了，一个大活人咋能没了？搁哪儿没的？就在想休息后台，周总说要给您拿冠军礼物，让我在这儿守着，等我听到动静赶过来，人已经没了，就剩这把刀掉在地上。查监控没？是一辆没有挂牌的灰色面包车，动作极快，不到30秒就把人带走了。俺问你，你家少爷平时有啥死对头没？在江南，敢明面上得罪周总的人没几个，但要说最大的仇人，恐怕就只有他二叔周文辉周耀父子了。果然是自家人下的手。小蛮，出啥事儿了？俺瞅见周家那小子的保镖跟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俺男人被周家那2头烂蒜给劫了。老叔，俺现在得调全城监控。找啥监控啊？你胡三爷的手下就这片地头蛇，只要那破车还没开出苏城，就逃不出他的眼线。俺现在就打电话。断了，线索断了。周总要是有个3长2短，我也活不下去了。哭天抹泪能把人哭回来？瞅这儿，这车减震压得老低了，指定车里装了老陈的东西。消失3分钟后，下个路口瞅见的虽然还是灰不拉溜的面包车，但避震高度变了，车漆深浅也变了点儿。
他们铁定搁这儿换车了。这跟前儿唯一看不着的地儿是一个废弃的冷库。如果俺是绑匪，换车后肯定走最不容易引起怀疑的道。城郊东湖那片烂尾楼，那地方地形老乱了，遍地都是没完工的钢筋水泥，藏人灭口肯定合适。那咱们赶紧带人过去。感动俺赵小芒的爷们儿，俺要让他们知道长白山的老虎有多猛！周末，你也有今天！你从小就压着我，是族长眼里的商业天才，是周家未来的掌权人，那我算什么？我就活该是你影子下的寄生虫吗？我爸忍了你15年，我也忍了你15年。今天，只要你死在这里，周氏集团就是我们父子的了。周耀，你以为杀了我，你就能坐稳那个位子？我父亲的那些老部下，还有董事会那些老狐狸，会放过你们这对弑亲夺权的畜生？放过我们？他们根本不会知道你死在谁手里。我会告诉所有人，你是被那个乡巴佬给克死的。你是不是还在指望你的助理，或者是那个野丫头来救你？别做梦了！这栋楼里我早就埋好了几百公斤炸药。周耀，你有本事冲我一个人来，不要牵连无辜的人。无辜？不，周末，我最喜欢看的就是你在乎的人死在你面前却无能为力的样子，那一定会是你这辈子最精彩的表情。把脸，周大少爷身子骨弱，下手悠着点，别一下子打死了。等那野丫头来了，我要让她亲眼看着周末是怎么断气的。是，周少爷。小满，别来，千万别来。赵小姐，这烂尾楼这么多，咱们根本不知道周总被关在移动啊，这怎么找啊？所有人分头搜，哪怕是把这儿翻个底儿朝天，也得把人给俺找出来。跟俺玩躲苗毛？就是这儿了。妈呀！难道俺算错了？有人在抽烟。周公子，借几个钱给兄弟们花花币，我能让你死得痛快点。有本事，现在就打死我！挺硬啊，周公子。既然你这么想死，那我就在你临死前告诉你个秘密。其实当年你父母死的那场大火，也是老子放的。给我打！周末，你给我撑住！给我勾住！放开俺男人！小蛮，妈的，真有不怕死的，给老子废了他！敢动俺男人，找死！小蛮，快走，有炸弹！行，既然想当同命鸳鸯，老子成全你们！别管我了，快跑！你会死的！闭嘴！俺赵小苗这辈子还没丢过东西，何况是俺自个儿的男人！大兄弟，抓稳了！周末，周末，你醒醒！你别醒！
周总，赵小姐，快救人，把这石头给俺抬起来！往哪儿跑？你这黑了心肠的小兔崽子！周末，救护车，快叫救护车呀！伤得太重了，多处骨折，内脏大出血，加上他身体本来就虚弱，我们已经尽力了，恐怕……你说啥？啥叫尽力了？俺男人还没跟俺成亲呢，他不能死，俺自个儿来救！不行，这是手术室，你进去只会害了他。谁说救不活？老夫还没点头，阎王爷也带不走他。秦老，医圣秦老，秦爷，你快救救他，他为了救俺。丫头，安心休息。你现在气场乱了，不适合动针，剩下的交给老夫就好。去给老夫准备一套银针，还有这几味药材，动作为快。小蛮，吃点吧，你都搁这守了一夜了。俺不饿，俺要等周末出来。救回来了，命保住了。大兄弟，你醒了！你可吓死俺了！你瞅瞅你，现在这模样一点也不俊了，跟个大白蚕蛹子似的。俺不要你了，俺回靠山屯找二黑去了。那我这血岂不是白流了？你还说呢？谁让你冲过来的？俺这身体硬的跟花岗岩似的，别说一根柱子，就是山崩了，俺也扛得住。你个病秧子，瞎凑啥热闹？因为你是我唯一的家人，我得保护你。你从哪儿学来的这些话？老村长说了，城里的男人最会说好听的骗女娃眼泪。你是不是也想骗俺眼泪？这儿不会骗人。以后不许再这么危险了，听清没？你要是再敢撇下俺，俺就把你这周氏集团给他拆喽！好。周末，你咋的了？秦爷，快来呀！不好，是心骨受了重伤的刺激，提前爆发了。一定是周家那帮王八羔子！这蛊毒阴邪无比，唯有萨玛巫医的蛊法能治。可冯婶出国旅游了，远水解不了近渴呀。冯婶不在，俺来。俺从小跟着他跳大神，还不信整不死这只破虫子。爸，那周末命硬的跟铁疙瘩似的，整栋楼都炸平了，他居然还是没断气。刚才医院那边的眼线说，赵小蛮那个野丫头把秦老根给请去了，人已经救回来了。废物，连个半死不活的病秧子都解决不掉，我养你有什么用？爸，您别急，他虽然没死成，但身上那子母噬心蛊可不是吃素的，重伤之下气血大飞，正是蛊毒爆发的最佳时机。我已经把西南那位苗疆大师请进暗室了，今晚子时一到，就算是大罗神仙下凡，也保不住周末那条贱命。哼，最好如此，别再让我失望。秦爷，帮俺把窗户缝也给塞死了，一会儿动起手来，这蛊虫阴气重，见不得生风。丫头，真不用回靠山屯的祠堂，在这儿施展萨满手段，气场能压得住那子母蛊吗？山神跟着俺走，俺在哪儿，哪儿就是靠山屯。这病秧子现在骨头断了3根，动一下就得散架，哪儿经得起折腾？秦爷，把他的左手露出来。子时一到，蛊虫最野。秦爷，等我把蛊虫调出来，你得用银针死死守住他的山中位，别让那虫子受了惊，想往心脏里钻。放心，老夫这条老命今晚就陪你豁出去了。
子母同心，寻气归巢。大师，他快死了吗？母骨已造，子骨必乱，今晚谁也救不了他。来了，蛊虫被催动，正发了疯似的往心脏钻。秦爷，封住他耳后的翳风穴，别让他出声进脑子。想在俺男人身上撒野，也不瞅瞅这是谁的地名。山神在上，萨满引灵，给俺出来！就是现在，给俺滚出来！这不可能，我的母骨竟然被直接拍死了！大师，怎么回事？周谟死了没？败了，彻彻底底的败了。那边有高人会萨满蛊法，专克我的苗疆蛊术。废物，全都是废物！命保住了，蛊毒之气已经彻底散了。丫头，你这一巴掌可真是惊世骇俗啊！秦爷，他啥时候能醒？蛊毒已除，剩下的就是外伤了。这小子福大命大，有你这么个不要命的丫头守着，阎王爷也得绕道走，让他好好睡一觉，明天一早准能睁眼。大兄弟，你要是真成了傻子，俺也养着你。以后再敢这么危险，俺就真不要你了。谁抢俺男人？妈呀，大兄弟，你可算睁眼了！你要是再不醒，俺都打算回屯子里给你扎个纸人儿。啊呸，给你整点补药去了。扎纸人？你就这么盼着我走？哪能啊！俺真是太激动了。你现在感觉咋样？蛊毒轻了，我能感觉到。但二叔这次能请动苗疆蛊医，说明他已经彻底撕破脸，等不及要我的命了。少爷，您醒了，家族那边出事了。周文辉已经在老宅召集了几个房头的长辈，说是要商量将您的继承权改由周耀接任。他倒是动作快。小娘，你得陪我回一趟老宅。只有拿到族长的认可，上了族谱，我才能名正言顺地拿回我父母的一切。成，俺陪你去。俺倒要看看那两头烂蒜还能翻出啥甩花来。敢动俺男人，俺这次非得把他们拍在墙上，抠都抠不下来。周末，你居然没死！你这命可真是比茅坑里的石头还硬啊！这儿是周家老宅，列祖叶宗安息之地，岂能让你带着这个乡下来的野丫头进去撒野？赶紧滚蛋！哪来的野狗在这乱叫？俺瞅着咋长得跟屯子里配种的黑猪挺像呢？你个没教养的村姑！滚开！我要见爷爷。爷爷正跟长辈们商量怎么把你踢出周家呢。想进这扇门，除非你从我身上跨过去。阿莫，你醒了！哎呀，这可真是祖宗保佑啊！快来见过你爷爷。阿莫，你要进老宅，爷爷不拦你，但你要把这个出身不明的丫头写进我周家族谱，这规矩不能坏。啥出身不明啊？俺根正全红长白山的。丫头，草门倒是挺大，但要想进我周家的门，做我周家的长孙媳妇，你得先过3道关。这第一关考的是识文断字，敬畏先祖。阿莫既然要娶你，你身为大孙媳妇，若是连自家祖宗都认不清，传出去岂不是让江南名流笑掉大牙？赵小姐，这是咱们周家传承1000年的正本宗谱，你的任务便是在这1天1夜之内，将其一字不似地临摹一遍。二叔，这宗土足有数万字，即便是一个熟练的文官，
想要在1天1夜内笔记工整的临摹完，也是几乎不可能的任务。爸，你这可太难为人家了，人家那是山沟里出来的，没准儿连毛笔长啥样都没见过呢，怕是连周字有几种写法都搞不清楚吧？多大点事儿，不就是抄族谱吗？早先俺在屯子里闯祸也是抄过呢。哼，这可是唯一孤本，若是漏抄了一个名字，按家规可是要跪祠堂3天，乱棍打出大门的。小娘，休息一会儿吧，我来帮你写。不行，这事儿你甭掺和，这是爷爷的考验。俺要是玩那些花里胡哨的，往后还咋抬头做人？你赶紧回去歇着，别在这磨叽。哎，这指缝咋摸起来糙不拉几的？看着像是刚撕下去啥东西。爸，你可真聪明，那土包子肯定并不知道最后那3页族谱被你给撕了。明天一早，只要他交上去的临摹本里少了这17个名字，就是对祖宗的大不敬。到时候，老祖宗一定会把他赶出家门。到那时候，周末那废物的继承权也就彻底泡汤了。老祖宗，让我先替您检查检查，免得这野丫头拿些鬼画谱来脏了您的眼。不对，老祖宗您快看，这抄本写到您的名讳就戛然而止了，后面整整17位叔伯名讳，他一个字儿都没写。赵小蛮，你居然敢漏抄整整3页祖宗的名讳，你这是眼里没祖宗，诚心想咒死我们周家这一辈人啊！漏抄祖宗名讳，按家规该当何罪？乱棍打出宗！赶紧把这乡巴佬赶出去！急啥呀？这人还没死呢，你就急着奔丧啊？老祖宗，俺确实没看到那最后3页，但俺在屯子里跟着苏爷抄族谱的时候学过，这大户人家的取名那都是有讲究的。讲究？你一个掏猪圈的，懂个屁的讲究！中原这些传承100年的大家族，取名规矩都是跟着古礼走的，按5行相生排辈，父子一代一个5行，循环往复。爷爷，您看，太爷爷是树字辈，属木；您是明字辈，明字辈属火，木生火，火生土。所以您儿子这一辈，也就是周末他爹那一辈，名字里必须得带个土字旁，对不对？属土的字无非就是元、耀、归、坤、成、唐这些。周末他爹叫周文耀，对吧？那么后面应该是周文耀、周文归。全对，居然一个字都不差，连我那个刚出生3天就夭折的弟弟，他竟然都写出来了。就算他记性好又怎么样？没抄就是没抄，规矩就是规矩。老祖宗，他弄丢了族谱原件最后3页，这可是天大的事儿。谁告诉你是俺弄丢的？爷爷，这族谱是1000年古本，纸质特殊，俺昨晚抄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那最后3页的断口，一看就是被人故意撕下去。你胡说！明明是你自己不小心弄坏了，想推卸责任。是不是胡说？试过就知道了。这玩意儿是俺用松烟和老青醋熬出来的显痕剂，只要是纸纤维断裂的地方，抹上它，3秒钟就能显出原形。爷爷您看，这断痕毛糙，纤维外翻，明显是被人暴力撕扯留下的。要是自然脱落或者不小心弄坏，绝对不是这个样。这能说明什么？说不定是你自己撕的，想栽赃陷害。二叔，你是在找这个吗？管家，你来说，回家主。小的让人收拾房间的时候，在二爷房间的纸篓里发现了这3页族谱，不敢随便处置。没错，正是最后那3页族谱。严丝合缝，
一点都不差。老祖宗，这擅自损毁族谱，还是周家唯一的千年古本，按照家规，该是个啥罪名啊？混账东西！擅自损毁族谱孤本，陷害族亲！你是想让周家千年基业毁在你手里吗？老祖宗饶命！我只是一时糊涂，我是怕这丫头来路不明，害了周家呀！闭嘴！来人啊，拖下去，家法伺候，剥夺周文浩父子所有家族之权，上家法！行了，第一关赵小毛凭本事过了，现在是第二关，管家理事。明天中午家里有36位族中长辈要来吃家宴，从采麦到洗菜、做饭、上菜，全部由你赵小蛮一个人负责。只要有一个长辈挑出毛病，就算你输。爷爷说的对，管家理事可是周家媳妇儿的本分。一个乡下丫头，要是连顿饭都做不好，还当什么少奶奶？是啊，爸，这关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性。小毛要是能做好，我们大家都服气。成，不就是30来号人的饭吗？爷爷您就把心搁肚子里，明天保证让各位长辈吃得舒舒服服的。小南，这件事情恐怕不会那么简单。放宽心，一切有我。这帮孙子，活干得挺绝啊！赵小娘，我可得好心提醒你一句，离晌午可没几个钟头了。你要是做不出午饭，就得卷铺盖滚回你那穷山沟。哟，周大少爷，这屁股蛋子是不疼了？咋的？家里的鞭子没喂饱你，还想搁这儿加个餐？死到临头还嘴硬，我看你对着这一地烂菜叶子能变出什么花来！小娘，这根本没法做饭。我刚才让人去外面的集市看了，二叔他们早就打好了招呼。这方圆10里的菜贩子，今天一颗青菜都不会卖给我。别费那劲了，他们既然能把厨房祸害成这样，肯定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咱们现在前脚出门，后脚他们就能把这最后一点火种都给灭了。没事儿，有这些玩意儿，再加上地上这些宝贝，够了。大兄弟，帮俺烧火，这大肠得翻过来调过去，洗个10来遍，把那股子臊气儿揉透了才成。哒哒哒哒哒哒哒。小娘，我在地窖最下面那个发霉的坛子里找到了半坛子老酸菜，还有几根被杂物压住的大骨头。哎呀妈呀，大兄弟你可真是俺的福星，这老酸菜可是灵魂啊！今儿个俺就给这帮老家伙露一手，让他们知道啥叫真正的东北菜。各位叔伯爷爷，瞧瞧，这就是咱们周家未来的长孙媳妇。这都几点了？我看她是做不出菜，已经没脸见人，偷偷溜了吧？阿莫那孩子也是，怎么能让一个乡下丫头胡闹？我看还是赶紧给酒店打电话，叫几桌席面过来，别让长辈们饿坏了。开饭喽！这是什么吃法？连锅都端上来了。这叫杀猪菜，大锅菜吃的就是个热乎劲儿。爷爷，各位长辈，别客气，赶紧趁热吃。放肆，简直是放肆！我们周家是什么门第？你竟然让我们用这种破烂货吃饭！还有这猪血，这哪是给人吃的？羞辱！哼！当年闹饥荒逃难的时候，老子连这塑料袋都没得用，抓着树皮都能活命。如今日子过好了，你们这帮小崽子反倒忘了本了。我看这碗筷挺好，干净利落，香，太香了！这肉肥而不腻，这酸菜够劲儿。大伙儿敞开了吃，管够。酸菜炖大骨上来了，各位长辈管够吃。
小鸟，这第二关你过得不仅精彩，更让我这把老骨头记起了当年的味道。管家，你说今天早上的厨房到底是怎么回事？老祖宗饶命！是二爷吩咐把所有新鲜食材都运走，还故意打碎了厨具，说是要给那赵小姐一个教训，让她知难而退。好得很，周文辉，你不仅对晚辈心狠，竟然还敢拿族中长辈的开玩笑。既然你们瞧不上这些猪血猪下水，那后院那桶新鲜猪血，这3天就归你们了。除了猪血，一口粮食都不许给他们。另外，现在就滚去修缮厨房，不把厨房恢复原样，不许睡觉。小蛮，前2关你都过得极好，但这第3关才是最难的一关。我要你去苏家，把他们压箱底的那幅百年苏绣百子千身图借来。借不到，还是不能入宗谱。爷爷，您为什么非要这幅百子千孙图不可？你不必多问，我当年和苏老太有些恩怨，这幅百子千孙图我一定要拿到手。这老爷子咋跟头犟驴似的呀？爸，这回可真是老天爷开眼，老头子竟然让那野丫头去借百子千孙图，这下都不用咱们出手，他肯定通不过。那是自然，江南谁不知道苏老太和咱周老头子那是水火不容，更别提借的是人家苏家的传家之宝了。赵小蛮这次是必输无疑。2位请回吧，我们老太太说了，苏家的大门不见周家之人。哎，大叔，俺们不是来闹事的，俺们是真有急事儿，想见见苏老太太。不管什么事，苏家都不欢迎你们。走吧。大兄弟，这周老爷子当年到底是干啥缺德事儿了，让苏老太太这么恨他？不会是周老爷子把人家给甩了吧？我也不知道，不过看这架势，爷爷确实是给咱们出了个死题。指望他是不行了，俺倒是想到了一个人。走，咱找他去。嫂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小南，我要回苏州了。我跟你哥真的不合适。咋就不合适了？俺哥那人虽然闷了点，但对你那是真没话说呀。小蛮，你知道吗？你哥他给我送礼物，卡片上只硬邦邦的签个大名，连句关心的话都没有。我受了委屈，躲在屋里哭，他能在那儿站足10分钟，可那张嘴就跟焊死了一样，一个字儿都憋不出来。我想要的是一个有感情的爱人，不是一个只会机械执行任务的机器人。大哥，你倒是说话呀！别走！完喽，指望你这嘴，俺嫂子这辈子都回不来了。我知道我的确不会哄女孩子，这是我从小培养的性格问题，我真的说不来。哎呀妈呀，这都啥年代了，你不会说 AI 会说啊？女孩子生气了要走，怎么哄才能留下来？第一步，先留住她的脚步，提议去你们有共同回忆的地方散步。第二步，聊她感兴趣的话题，让她感受到你在乎她的喜好。第三步，真诚道歉，承认自己不会表达，但心里全是她。照着念。这能行吗？不是怎么知道？赶紧追去高铁站，等嫂子真上了车，就全完犊子了。
真是个榆木脑袋，比周末还木。你干嘛？我可没那么木。别走！又是这句，你走吧，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我知道我嘴笨，不会说好听的，但我真的不想让你走。我们沿着湖边走一走，就10分钟，好不好？我身边的女孩子很生气，我该怎么办？要不试试主动递个小玩意儿，比如你我们俩在散步，在散步但没停下来，温的我不好，你别往心里去。你要是还生气，骂我2句也行。你骂我2句吧。你有病吧？他说我有病。有相思病。你滚！他让我滚，怎么办？我要是走了，谁给你拎包，给你买水啊？这主意谁给你想的？小蛮想的。哼，你就跟我学吧。那这办法好用吗？不好用。那怎么样才能好用？自己琢磨。笨呐，亲他呀！哎呀妈呀，可算把人儿给带回来了。行啊，大哥，俺还以为你得火车站跳广舞留人呢。小蛮，谢谢你，要不是你今天给支招，我跟他可能真就错过了。对，谢谢你帮我，小南。谢啥谢，咱都是一家人儿。不过嫂子，俺这儿还有个挠头的事儿。苏瑶嫂子，我爷爷为了我们俩的婚事，给小蛮设了3道考验，前2关已经过了，但最后这关是要去苏家借出那幅百子千孙图。俺们今天连大门都没进去，就被那个老管家跟轰苍蝇似的给撵出来了。啥人呢？连话都不让说完。难怪奶奶最近总是一个人坐在露台上翻旧相册，还偷偷抹眼泪。怎么，你知道爷爷和苏老太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吗？其实，当年并不是我奶奶不想嫁，我听家里的老佣人提过，当年是周家老族长，也就是周末的太爷爷，逼着周爷爷娶了现在的奶奶。周爷爷当年反抗了很久，甚至闹过绝食，但最后为了家族的安危，还是妥协了。我奶奶知道后，一气之下才匆匆嫁给了我爷爷。奶奶嘴上说恨了一辈子，可我知道，她心里从来没放下过。这老爷子原来是搁这儿弥补当年的亏欠呢，早说呀，整得跟特务接头似的。放心吧，小南，百子千孙图是奶奶当年的陪嫁，也是她最心爱的东西。她最疼我了，明天我陪你们一起去苏家，我去跟她说。瑶瑶，我说过，周家的人我不见。奶奶，他们不是来闹事的，就是来看看您。苏奶，这是俺从长白山给您带来的野蜂蜜儿，还有俺奶亲手做的苏子叶饽饽，您尝尝。你长得真像他年轻的时候。坐吧，我知道你们是为了那幅图来的，别白费力气了。当年他欠我的，不是一幅画就能还清的。苏奶奶，您绣的这对鸳鸯真带劲，跟活的一样。俺奶也常跟俺说，鸳鸯这玩意儿认准了就是一辈子一双。一辈子一双，哪有那么多一辈子？这张照片还是他用第1个月的工资买的相机拍的。他说，等他当了族长，就8抬大轿娶我进门，让我天天吃槐花饭。苏奶奶，她没有骗您，这些年她从来没有忘记过您。这是我在她书房暗格里找到的，一共37封信，
他写了30年，却一封都没敢寄出去。阿婉，今日槐花开了，我蒸了槐花饭，却再也没有人跟我抢着吃了。我爹拿苏家上下威胁我，我不能拿你的性命赌，对不起。他现在还好吗？不好，他一直一个人住，每年槐花开的时候，都会在院子里坐上一整天。他总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明天，你让他自己来，我有话要当面问他。周先生，请。晴儿，明月，这是我当年准备在你18岁生日那天送给你的，这30年我一直带在身上。晴儿，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不怪你，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都过去了，这幅百子千孙图是我母亲给我的陪嫁，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们，不是借，是送，希望你们能圆圆满满，别像我们错过了一辈子。好孩子，3关你都过了，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周家名正言顺的孙贤媳妇，将赵小蛮之名写是周明玉宗谱，为长孙周末之妻，从此生死相依，荣辱与共。同时，周末正式继承其父一切家族权利，即日起执掌家法。废物！你当初是怎么跟我保证的？说只要那野丫头去借图，准保会被打出来。现在倒好，老头子不仅跟苏老太和好了，还当众宣布周末那废子继承权利。爸，这能怪我吗？你当初不也说不用派人去盯着吗？谁能想到老头子跟那老太婆还有过一段啊？你还敢顶嘴！现在老头子把大权都交出去了，要是3天后的古道会让周末当上董事长，咱们父子俩就彻底完了。周二爷，吵架可解决不了问题。宋婉宁，你深更半夜潜入我周家，想干什么？这是宋氏集团和苏氏合作的所有核心数据，还有宋景言下个月的投标方案，有了它，你们就能彻底搞垮周末。你为什么要帮我们？因为我恨他，只要能看到他和他万劫不复，我什么都愿意做。说说你的条件。事成之后，我要周氏10%的股份。只要能把周末搞下台，让我当上董事长，别说10%，20%我都给你。赵小蛮、周末，我一定要看着你们一无所有。至于周文辉这个老狐狸，若是想赖我的账，也没那么容易。八脸，机会我只给你一次，指证周文辉，我可以帮你争取减刑，不然你这辈子都别想走出监狱。想清楚了吗？周少爷，我当初也是被逼的。周文辉答应给我50万，结果最后只给了10万，就想杀我灭口。这帮玩意儿的心，简直比黑瞎子还黑。你要是老实交代，兴许还能争取个宽大处理，别傻呵呵的给那帮坏货顶仓。当年周要找我放火时的转账记录，还有周文辉亲口下达指令的通话录音，我都留着。只要能保我一命，我全给你们。小南，三爷我利用国外那些朋友，把那老狐狸的底裤都给扒干净了。哎呀妈呀，还得是俺三爷路子广。那是，周文辉这几年通过虚增项目成本，整整挪用了公司3.7个亿，全都转到了他在海外的私人账户里。小丫头，下次遇到这种江湖上的烂事儿，直接给三爷打电话，别跟上次一样自己一个人犯险。哎，老村长要是知道了，非得锤死我不可。老村长也来了，他在哪儿呢？嘿嘿，那老家伙指不定躲哪儿猫着呢，等你需要的时候，他自然就出来了。多谢三爷，明天的股东大会，我要亲手为父母报仇。今天召集大家是为了讨论周氏集团未来的领航人，为了集团几万名员工的生计，我提议由我正式接任董事长一职。大家有意见吗？我爸为了公司呕心沥血这么多年，论资历、论能力，谁能比得过他？我第一个赞成。我也代表宋家表个态，宋家已经决定撤销对周末的所有支持，转而与周文辉董事长达成深度战略合作。
荒谬！阿莫是老董事长唯一的亲孙子，又是正统继承人。周文辉，你这就是明火智障的抢班夺权！给脸不要脸，再敢多嘴，信不信我让你全家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现在，我再问最后一遍，谁赞成，谁反对？我反对。阿莫，你来的正好。不过这里是股东大会，不是你胡闹的地方。就凭你现在的身体状况，还是赶紧回去歇着吧。周文辉，你所谓的资历，就是这几年利用虚增项目成本，非法挪用公款3.7个亿吗？伪造！这是赤裸裸的伪造！你为了争权夺利，竟然不惜损害家族名誉！伪造？那你可以看看这个人。你不是被炸死在废弃楼里了吗？怎么可能？这不可能！周爷、周少，没想到吧？我命大没死。15年前，就是周文辉亲口下令，让我放火烧死周末的父母。这10万是定金，事成之后跑远点，别再回来。这一拳是替我爸妈打的。小兔崽子，往哪儿跑？给老子老实待着！宋婉宁，戏还没演完呢，你这就急着杀青啊？放开我，我是路过的，根本没关系。宋婉宁，事成之后，我要周氏10%的股份。周文辉，你也把周某搞下台，让我当上董事长。好你个周文辉，你竟然拿公司的核心利益去填私域，你这是要把周氏集团卖了呀！吃里扒外的畜生，20%的股份，你这是要把我们所有人的血汗钱都送给一个外人？去死吧！感动啊，男人！我看你是嫌命长了。跟我没关系啊，都是他，都是我爸主使的，是他让我去放火，是他让我去交易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都是被逼的。你这个孽子！宋婉宁，你可真是我们宋家养出来的好女儿啊！为了毁掉小南，你竟敢出卖宋家的核心数据！妈，你救救我！我只是一时糊涂，我不想进去。妈，你帮我跟奶奶求情，你帮我跟奶奶求情。妈，婉宁她毕竟还小，不懂事，能不能看在这么多年情分上，咱们私下解决？私下解决？他出卖宋家投标方案的时候，咋没想过是一家人呢？这要是让周文辉得逞了，让我奶喝西北风去啊！爸，我知道错了，您救救我，我以后一定听您的话。宋家家法绝不姑息出卖家族之辈，外面人已经等着了，带走吧。不，你们不能这么对我！妈，我才是宋家大小姐，赵小苗，你不得好死！少奶奶，宋家的沈夫人已经在门口站了很久了，说一定要见您。让他进来吧。小蛮，妈求求你，救救婉宁吧！法院的判决已经下来了，我养了她20年，一直把她当成亲生女儿对待。小蛮，妈真的不能眼睁睁看着她去坐牢，妈求你了！宋婉宁犯下的那些罪行，哪一件不是在出卖宋家的利益？她勾结外人，陷害亲族。这一切都是他罪有应得，谁也救不了他。周家手眼通天，只要你肯网开一面，只要你肯撤诉，你就大人有大量，饶他这一次吧。毕竟她也是你妹妹，要是真的进了监狱，婉宁的人生就全毁了呀。你只顾着她的人生，有没有想过我？
我被他欺负、被他陷害的时候，你在做什么？我差点丢掉性命的时候，你又在哪里？也对，她才是你的女儿，我只是个外来的。不，小鸟，不是这样的，你也是我女儿。婉宁她只是从小被宠坏了，她做那些事都是出于嫉妒，你就不能看在母亲的份上原谅她这一次吗？原谅？在你心里，宋婉宁永远都是你的好女儿，我做什么都是错的。她害我是误会，我反击是我心狠。既然你这么偏心，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你走吧。周末，俺是不是个没人要的孩子？傻瓜，你还有我，我会一辈子陪着你。小囊，有些真相虽然残忍，但你必须知道，我让人查了当年宋家所谓的丢孩子事件，结果发现你根本不是被偷走的。当年是宋怀谦亲手把你扔在火车站的。他为了稳固在宋家的地位，更为了掩盖他在外面的私情，趁着沈月花产后虚弱，把你扔掉，然后把宋婉宁接了回来，谎称是捡来的。宋婉宁根本不是什么养女，她是宋怀谦的私生女。宋怀谦，原来一切都是他造的孽！爸，你救救我！这里面不是人待的地方，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你快救救我！婉宁，你再忍几天，爸爸已经在联系最好的律师团队了。只要这阵子风头过去，爸爸一定能把你弄出来。宋怀谦，婉宁怎么样了？我都听说了，她被判了3年。你当初是怎么跟我保证的？你说会让她一辈子荣华富贵，结果现她却在里面受苦，你这个混蛋！曼儿，别哭，都是我没用，没保护好咱们的女儿。你放心，就算倾家荡产，我也要把婉宁救出来。梅雨，你走路怎么没声音啊？吓我一跳。婉宁在里面怎么样了？你今天不是去见她了吗？老样子，还在闹脾气。公司突然有个紧急会议，我得马上赶过去。今晚上不用等我了，早点休息。于曼，我想起了于曼是宋怀谦的初恋。妈，你怎么在这儿？这是小蛮让人送过来的，说是一定要我当面转交给你。宋婉宁是宋怀谦和于曼的女儿。宋怀乔和于曼从未真正断过联系，他们利用你产后虚弱，亲手将我丢弃在火车站，然后把那个女人的女儿接回来，让你替他们养了20年。妈，你看这些，从20年前到现在，他给那个女人的转账记录、通话频率，他真的敢这么做？还有这份证人证词，是当年火车站的调度员写的。他亲眼看到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把襁褓里的孩子扔在了长椅上，转头就走。那个男人就是我一直敬重的父亲。我怎么这么傻？我竟然替仇人养了20年的女儿，还为了他一次又一次的去伤害我的亲生骨肉。告诉你这些，并不是想和你重新做回母女，我就是不想让你再当那个让人耍得团团转的冤大头。小挠，是妈妈对不起你。
梅雨，你这不会是一晚上没睡吧？早跟你说了，公司那边有个大项目要开会，不用等我，我就直接在公司睡了。你是去找于曼睡了吧？梅雨，你开什么玩笑呢？于曼，我跟她都多少年没联系了，你这又是听了谁的闲话？你怎么查到这些的？20年前，是不是你亲手把小蛮扔在了火车站？然后把于曼生的那个杂种接回来，骗我说那是你捡回来的孤儿。是。你畜生，那是你的亲生女儿啊！我也是被逼的。当时宋氏集团快要破产了，我必须借助于家的势力才能起死回生。如果我不这么做，全家都得去喝西北风。所以你就把出生才3天的小蛮给扔了？你怎么能这么狠心？我以为他会被好心人捡走的，事实不也是吗？他在东北也平平安安长大了，婉宁在宋家也被养得白白胖胖，对你百依百顺，有什么不好？她是别人的女儿，我疼了她20年，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她，到头来这全是一场骗局。宋怀谦，你欠我的，欠小蛮的，这辈子都还不清，我要和你离婚！离婚！宋怀谦先生，接到多方实名举报，并已掌握确凿证据，您涉嫌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以及非法洗钱，涉案金额极其巨大，已触犯刑法，请跟我们走一趟。警察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可是合法商人。于曼已经于1小时前被逮捕，他对所有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宋先生，请配合我们的调查。爸，别再演了。所有的海外转账路径，还有你跟于曼合谋的证据，我都已经交给警方了。刚才收到消息，宋怀谦已经被带走了。于曼那天突然去探监，正好撞上宋夫人，是你安排好的吧？是我让人把宋婉宁坐牢的消息透露给了于曼，还算好了宋夫人探监的时间。你啊，嘴上说得狠，到底还是心软了。你是想让宋夫人亲眼看清那个男人的真面目，让他彻底死心，对吧？算不上心软，我和他们从今天起两清了，以后的路我只想过我自己的生活，谁也不欠，谁也不找。既然两清了，那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陪你走完接下来的路？小蛮，嫁给我，不是为了周家，也不是为了报恩，只是因为我想一辈子守着你这个东北虎妞。那咱可说好了，结了婚你就得跟俺回屯子，俺罩你一辈子。周末咱都商量好了，婚礼得回靠山屯去办，俺得让村长他们都瞅瞅俺娶回来的新郎官有多劲儿。好，都听你的。少奶奶，门口有一位姓宋的夫人找您，让她走。她说她有极为重要的事儿要跟您说，现在她就跪在门口，说您要是不见她，她就不肯起来。我去打发她。不用，我自己去。小娘，你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小蛮，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这20年，我被那个骗子蒙在鼓里，我对不起你。我没有一天不再后悔。我不该偏心婉宁，不该在你受委屈的时候没有站在你这边。你原谅我好不好？这是我名下所有的财产，还有宋氏集团50%的股份，我都给你。我什么都不要了，小小妈妈，只要你认我好不好？我不需要。为什么，小蛮？
这是妈妈的一片心意啊！你后悔的从来都不是扔掉我，你后悔的是自己个儿被骗了20年。你接受不了宋婉宁是小三儿的女儿，接受不了宋怀谦是个骗子。你现在后悔，是因为宋怀谦坐牢了，宋婉宁入狱了，你一无所有了，才想起我这个被你扔掉的亲生女儿，想抓我当救命稻草，不是吗？不是的，小蛮，不是这样的。妈妈当年真的不知情。如果宋婉宁真的是你的亲生女儿，如果宋怀谦没有骗你，你会想起我吗？你不会。你对我根本没有爱，只有建立在自己个损失之上的愧疚，而这种愧疚，我赵小毛不需要。宋克，以后不要再让宋福儿进来了。来，小蛮，妈妈真的知错了，真的知错了。我说周少，你这哪是结婚啊？看这表情，不知道的以为你是要上刑场呢。小蛮也是真奇思妙想，竟然提出要女方接亲男方这种招数，看把你给紧张的。小蛮说回靠山屯办婚礼，就想了这么个招，只要他开心，随他怎么折腾去了。谨言，你快别笑话人家，你没发现人家乐在其中吗？等以后咱们结婚，我也要这么接你。那什么，我觉得这种传统文化还是应该发扬光大的。对了，今天你妹妹大喜的日子，连宋照都来了，你那个从没出现过的二弟现在也不回来？这一季恐怕赶不上了，下一季再说吧。下一季？新娘子接亲来喽！周末，老娘接亲来了，赶紧收拾利索滚出来，跟俺回屯子当压寨夫人。小蛮姐，不好意思了，今天我可是受周少所托，充当男方的守门人。嘿嘿，想进这道门把咱周少带走，得先过我这关。许少，你这皮又痒了是吧？说吧，啥规矩？规矩简单，想过这道坎儿，得先喝完这3碗白酒。就这点量，许坚瞧不起谁呢？许少，这下能往里进不？小蛮姐，海量，您请，您请。少爷您放心，有我在，绝不让人把您抢走。大兄弟，开门，俺接你回家过日子去。那不行，少奶奶想开门得先给红包。哎，咱不是为了保护少爷不被抢走吗？你咋要上红包了？你懂啥？这叫规矩。再说了，抢的是少爷，咱赚的是外快。哎呀，还跟我讲上规矩了。拿去，堵上你们的嘴。得嘞，谢少奶奶赏，您里面请，里面请。磨叽啥呢？走着。小娘，你放我下来，我自己能走。废啥话？俺接亲，俺说了算。完了，这小子以后怕是要成妻管严了。妻管严不好吗？我看这小盲丫头疼他疼得很。走，咱回靠山屯儿。新娘子回来喽！小娘，这么多人看着呢。怕啥？俺就是要让他们看看俺赵小蛮娶回来的爷们儿有多俊。哎呀，这周家少爷长得跟画里走出来的似的。小买豪福气啊！咋回事？村长爷爷呢？这吉时都快到了，他跑哪儿去了？小蛮别急，你爷爷他呀说要给你备一份大礼，一早就上山去了，8成是耽误在路上了。啥礼能比俺大婚还重要？这老爷子关键时刻掉链子。小蛮，吉时快到了，这拜堂的事儿可不能耽误。
要不咱们不等了，先开始。不等，没他在，这唐俺不败了。等他回来，等他回来，俺非得把他那几根胡子全揪光不可。谁要揪老头子的胡子啊？爷，您跑哪儿去了？俺都要急死了。这是长白山300万亩的地契，从今天起，这整座长白山就交给你来守护了。还有这个，这是守卫大夏国界的镇国帅府的令牌。老村长，难道您是？以前的事儿不提了。小毛，这令牌你收好，镇国神帅府麾下，以后只听你一人的调令。爷爷老了，干不动了，我就在这屯子里给你们带娃娃，颐养天苗喽。爷爷您没老，您还得教俺的孩子，俺的孙子打猎呢，不许说老。好，好，大喜的日子，快收了马尿，咱们开始。吉时已到，新人拜堂，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哎呀，大兄弟，你往那边点，你压着俺头发了，疼疼疼！我没动啊，不是你刚才说冷让我靠过来的吗？咋这么费劲呢？忙活了半天，俺咋觉得这劲儿使不到一块儿去？这炕也太烫了，我觉得我屁股都要被烫熟了。小蛮，咱们是不是姿势不对啊？那啥，俺是头一回，俺哪知道咋整？我也是第一次，要不咱们歇会儿？等等，俺有秘密武器。这是俺从村长爷那儿顺过来的，听说以前宫里头结婚都是看这个学的。你连这东西都敢偷，村长爷爷要是知道了，非得气疯不可。怕啥呀？他送俺令牌的时候可说了，这天下俺说了算。看这破书有个屁用，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俺就不信了，凭俺赵小蛮的本事，还收拾不了你。小蛮，你要干什么？干啥？老娘今天要霸王硬上弓，大兄弟儿，你就从了俺吧。